3月9，欢迎来到 Cookie 讲叶美。对啊，昨天呢，我们的美税中关税的税啊，美税中呢，在4月10号的时候发布了，我们所有的关税都是一套儿戏呀，我们之前讲的通通不算。美国股市从2008年迎来了最大的涨幅，加密货币欣欣向荣，可是，在前几天。熔断，从上个礼拜4到今天礼拜1熔断再熔断。我们的美税中川普，把关税的玩得淋漓尽致。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会从3个观点来分析这件事情。我相信一般的影片不太会做这个内容。第一个，我们会从我擅长的历史上的观点，历史会造就了一个民族的特性，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还有美国人是非常看得通的。第二，我们要来讲美听中川普过去的种种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那第3个部分，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接下来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会怎么走对，没错，会做这个影片呢，其实还是跟我的加密货币群有关系。大家可以看这里哦，我们昨天在下午5点的时候就给了一个比特币的跟单我们就说今天比特币会涨，可是我们没有想会涨到82000。这个群呢，大家可以看到就叫做 KK 园区啦，没有错，就 Cookie 的园区。我们不会每天都给单但有时候给的单一天可能会给3个、2个，不一定。我们每个礼拜3晚上9点都有免费的加密货币相关课程。是免费不要问你要加入要多少钱但是如果你要看到那些资讯策略我们是有一个策略群，也就是 VIP 群。那策略群呢是付费的至于怎么收钱，我们进群再讲啦OK， 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一个部分。什么原因、什么过去、什么历史，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特性？汉武帝的时候，张骞通西域，就去西边用丝绸跟大家做好朋友，不是拿丝绸去卖。唐朝的时候设定安西都护府不是为了去抢钱抢粮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建立朝贡制度西边的人民来向我大唐朝贡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郑和下西洋啦，带了什么陶瓷、丝绸、铜钱，还有农耕技术我们现在这一代马六甲现在都可以看得到。下南洋干什么东西呢？带回来了一只长颈鹿带来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带来了大家去明朝像应该是万历皇帝鞠躬然后有些使臣呢在明朝一住2-3年，然后我们还要养着这些人那郑和下西洋是去花钱，不是去赚钱。从过去2000多年，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呢出海或者出去别的国家，都是为了交朋友。你们现在是常常喝到什么英国红茶或者什么斯里兰卡红茶、大吉岭红茶这些红茶原产地是哪里呢？你想都想不到，原产地是中国。这些茶叶、这些种植技术都是中国513的在18XX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英国人偷去大吉岭种。北非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及利亚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啦，法国统治了那边很多年，他们现在那里还是讲着法语在法国殖民那边的时候呢，就要求那边的穆斯林北非大部分还是穆斯林埃及这些都是穆斯林，要求那些穆斯林砍掉他们的橄榄树因为那些土地比较贫瘠的地方橄榄树是生长的比较好的可是这些贫瘠的地方种植葡萄树也是不错。那法国人喜欢喝什么？喝葡萄酒嘛，波尔多葡萄酒、勃艮第葡萄酒嘛，对不对所以就要求穆斯林种葡萄酒，然后穆斯林是不能喝酒的嘛讲到自己有点心虚 OK 那反正穆斯林是不能喝酒啦马来西亚穆斯林也不能喝酒的 OK， 印尼的穆斯林也是不能喝酒的，就强迫这些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去种葡萄树，然后酿葡萄酒。第二个部分是川普到底干了什么事情然后川普真的是很屌，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可以这样子玩，一点信任、一点承诺，我都没有想到有人可以把承诺完成这么样的过分，真的有点过分了。大家记得今年3月吗？川普讲我要停止北美自贸协议，那时候看到股票 chop 然后那个比特币 chop， 加密货币 chop
然后3天之后呢，他们讲，哎呀，我开玩笑的啦，我们先暂停30天啦，啊，30天我们再来讨论。前几天就宣布了，哎呦，拿一个板出来，然后那算法真的是乱七八糟，我从来没有看过可以这么厚颜无耻的人呐、什么？你对我收这样多关税，我对你收，那根本不是关税，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啊！那可是呢，隔了几天上线，上线了13个小时，说，哎，大家开玩笑的啊！你们75个国家人都有来找我了 ，OK， 我们90天之后再讲啊。可是那中国哇反制我加他125%的关税，哎，可是同时哦，欧洲讲说他要加25%的关税，哎，没听到，怎么有人可以如此厚颜无耻啊？可以把自己讲过的话，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生气？是因为他在前2天才讲这件事情 ，no negotiation， 没有商量余地，一定会执行到底。川普还在上任前做了什么事情？发行川普币，一个迷银币，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的。上台前自己发一个币。自己赚钱，厉害。老婆也跟着发币，然后自己成立了一家公司，不，他不是自己成立啊，他托管的公司里面成立了一家 USD One 的公司。我们现在在加密货币交易呢，都是用 USDT 或者 USDC 吧，其实有10几种稳定币，但主流是 USDT 跟 USDC。川普呢就发行了一个叫做 USD One， 老铁们想要交易加密货币啊！我老川啊，我是美听众啊，搞了一个稳定币，您如果想要买美国国债啊，必须用我这不是川普不是北方人，巴利奥这个人，可是我觉得川普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因为他知道美国国债非常可怕，美国国债今年又要到期了6月应该要到期了，他必须要削减他的赤字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拜登过去4年不知道在做什么鬼，烂摊子就丢给了川普，川普要想办法解决嘛，要怎么办？逼大家来买我国债，关税战，我觉得当然最终呢，他就是要让大家来买他国债啦，买美国国债，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因为川普真的必须要解决他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更狠的是用 USD One。因为 USD One 是用于公司跟公司之间的互动，一般人应该是不太会用到。可是你知道，你要发行稳定币，你就要有足够的资产。像 USDT 呢 ，Terran 公司呢，就是买了很多美国国债当做它的担保。那 USD One 呢，也会买很多美国国债，厉害吧？他至少要买几千亿的，几百亿跑不掉了，应该是几千亿的美国国债也是跑不掉。川普真的 good 哦，他果然是商人啊。可是他的承诺，他真的很巴利亚嘞，就谈判技巧，可是你不可以给了一个肯定的东西，都隔几个小时再否定，他的反反复复的太过分了。那加密货币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啊，美国股市就因为他一个人上上下下哦，他能这样子搞的哦。他过分吗？他真的过分哦。第3个部分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加密货币接下来的走势啦，其实跟美股也是蛮像的，但毕竟这是一个加密货币系列嘛我现在也是一个 crypto travel YouTuber， 加密货币旅行创作者。我们来讨论一下，昨天特斯拉涨了16%，苹果涨了12%，这些涨幅都是差不多他们1个月的涨幅。那 Solana 涨了15%以太币涨了14%，然后还有比特币涨了9%呀，然后美国 S&P 500涨了9%，反正一大堆，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先讲是我个人以上不构成投资建议我觉得基本面还是没有解决啦。当然，川普想要透过关税的谈判来让大家买他的国债，我相信全世界大部分大部分，蛮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他到底有没有办法成功呢？我觉得应该是有小小机会啊，但是拥有最多美国国债的国家叫做中国，这也很尴尬。你对你的债主，然后那边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关税政策会不会继续下去呢？我觉得川普是想要让制造业回美国了，但是基本上很难，因为美国的人工的工钱太贵了，除非你是全自动化的生产，那可能还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全球化之后呢，研发团队会在美国，可是生产团队会在其他地方，这个也就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概念。
就这个地方生产这个，这个地方生产这个，然后再到一个地方来组装。举个例子吧 ，iPhone 做相机的、做镜头的、做玻璃的、做晶片的，还有组装的，都是不一样的工厂，然后再送去鸿海给它组装。在我们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全球供应链的时代，你要打关税战，真的是一个 so stupid， 就是反人类、反直觉的事情。如果川普达到他的目的，就大家买他国债，他的国债赤字下降之后呢，我觉得关税战还是会有一点点，但是他可能会要求，就是美国人能生产的东西回到美国台积电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硬性的要求了，但我觉得台积电到美国应该是板上钉钉的。然后台积电到美国之后，可能在8年后、10年后会有台积电美国分公司上市，在美国上市，那时候它的市值可能就会比台湾的台积电还高了。好，总结什么？我觉得短时间来讲，现在可能会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我觉得关税政策可以慢慢再拖90天，因为全球供应链这些东西是不可逆的，我觉得不可逆啊。可是我不知道川普美听众不是美听众，美税中绝不觉得可逆啦但我觉得他4年来肯定改变不了了啦。暴涨暴跌之后的加密货币市场会怎么样？我觉得比特币可能还是会迎来一个跌幅因为美联储可能还是不会这么快 QE， 反正我觉得5月份不会 QE 啦，5月7号应该是5月7号，我个人认为超过70%是不会有，70%是不会有，所以我们要等6月18号。可6月18号呢，又有一大堆美国10年国债到期，看川普怎么搞啦。我个人是不乐观啦，就是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我觉得还是跌幅为主，空军为主。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我们现在在曼谷，老规矩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加密货币赚到扭转人生的第一桶金。喜欢这个影片，在YouTube看到点赞、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Facebook 看到之后帮我出去。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